傍晚时分，叶晨估摸着老婆萧初然应该已经下班回家，便与林婉儿告别，让洪武送自己回了汤臣一品。来到自家别墅门口，院子里只停了萧初然的宝马，并没有老丈人萧长坤开的库里南。叶晨猜测只有老婆一人在家，于是整理了一下仪表，让自己看起来有些风尘仆仆的感觉。随后便迈步走到门前，正要推门，便听房间里传来一个不属于家人但又十分熟悉的声音，正开口道：初然，要不你问问叶晨啥时候完事，让他尽量早点回来。他要是能赶上，咱们就一起去，赶不上就咱俩去。说话的正是萧初然的好闺蜜董若琳。叶晨心中纳闷，不知董若琳来找萧初然，这是要带萧初然去哪里？这时又听萧初然说道：叶晨在大西北通讯不便，再说他有正事，我总不能因为这点事催他。叶晨推门进去，笑着说道：什么事啊，神神秘秘的。听到叶晨的声音，萧初然和董若琳都有些兴奋，几乎同时开口：老公，你回来了。叶晨，你回来了。叶晨笑道：对，我刚回来。萧初然赶紧迎出来道：老公，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叶晨笑道：洪武送我回来的，他可上心了，飞机还没起飞，他就已经在机场等着了，所以我就没跟你说，也想着给你个惊喜吗？董若琳此时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双大眼睛闪着光看着叶晨，难掩欣喜地说道：叶晨，好久不见呀。叶晨点点头，笑着问他：若琳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董若琳说：我跟初然正聊起你，塔瓦纳斯维特3天后在东京巨蛋开演唱会，我好不容易搞到3张票，想问问你和初然要不要一起去，反正东京离得也近，很快就到了。塔瓦纳斯维特，叶晨有些惊讶，这个女歌手是当今美国最火的乡村女歌手，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火的女歌手，唱片销量、获奖次数以及粉丝数量比顾秋怡还要强出一个量级。她年少成名，早就火遍了世界各地。据说她演唱会的门票比华语天王的门票还要难抢得多。这位女歌手除了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当红歌曲之外，其丰富的花边情史也经常登上世界各地的媒体头条，可谓是歌火人更火，绝对是顶流中的顶流。董若琳一脸期待地说道：塔瓦纳的世界巡演已经在亚洲开了好几场了，之前一直没时间也没抢到票，这次我托一个日本的好朋友帮忙找关系，才提前锁定了3张内场票。我那朋友家里还是这次日本那边的主办方，说是演出前有一个超级 VIP 私下与塔瓦纳的见面会，能近距离接触塔瓦纳，还能与他握手，得到他的签名。叶晨随口道：既然是亚洲巡演，那等着看他来华夏演出不是更方便？董若琳道：他这次巡演的计划里没有华夏，所以只能去韩国或者日本了。不过韩国那场我找不到关系。说罢，董若琳问叶晨：叶晨，你过2天有没有空？咱们可以后天飞过去，休息1天，第2天傍晚看演唱会，第3天再逛逛吃吃，差不多就可以回来了。叶晨看向萧初然，问他：初然你怎么考虑？萧初然抿了抿嘴，娇声道：老公，我确实挺喜欢塔瓦纳的，还从来没看过他的演唱会现场，这次机会难得，你就陪我和若琳一起去吧，好不好？叶晨见萧初然确实想看，便不假思索地点头说道：没问题，你说去那就去。太好了。萧初然还没表态，董若琳第一时间脱口欢呼起来，激动道：那我来订机票和酒店。叶晨道：若琳，门票是你找关系弄到的，机票和酒店就让我来安排吧。董若琳道：叶晨，大家关系都这么熟了，你跟我还这么见外啊？叶晨笑道：不是见外，是礼尚往来吗？就好像我平时要是跟朋友一起出门，朋友要是负责住宿，那我就负责吃饭，朋友要是负责吃饭，那住宿自然就是我来负责，总不能可能一个人花钱。
虽然大家可能都不缺这点钱，但事儿毕竟不是这么个事儿。董若琳嘻嘻笑道：行行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跟你抢。回头我把我护照号发给你。说着，董若琳看了看时间，道：不早了，我就不耽误你们夫妻俩小别胜新婚了。叶晨，你订好了机票，告诉我时间，到时候咱们直接在机场见。萧初然忙道：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不用。董若琳道：我表哥在小区门口等着呢，他最近一直给我当司机，可老实了。说着还不忘悄悄看了叶晨一眼。董若琳的表哥就是当初被叶晨要求蹬着自行车从燕京一路来到金陵的孔德龙，让他在金陵给董若琳开车，也是叶晨给他的惩罚之一。叶晨猜测董若琳这话是说给自己听，好让自己对孔德龙多几分好印象，于是便随口道：那就让你表哥好好给你开车，别回燕京了。董若琳以为叶晨还要延长孔德龙在金陵的时间，忙道：不行不行，不能一直让他在这儿，等时间差不多了，还是让他回去好了。说着，董若琳赶紧又道：哎呀，我就不打扰你们两口子了，咱们后天见，拜拜了。萧初然道：我送你出去。叶晨见老婆都去送客了，自己便也跟着送董若琳到门口。这时候老丈人萧长坤开着库里南进了院子，而丈母娘马兰此刻正坐在副驾驶上。叶晨有些好奇，这对冤家平时很少一起出门，今儿一起回来倒是稀奇。董若琳见库里南开进来，便道：叔叔阿姨回来了，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车停稳，萧长坤和马兰下了车，董若琳便笑着说道：叔叔阿姨好。马兰见是董若琳，笑着说道：若琳啥时候来的？董若琳道：来一会儿了，跟初然聊了会儿天，这就回去了。萧长坤道：着急回去干啥？进屋坐坐，喝杯茶再走就是。董若琳道：不喝了，萧叔叔，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了。说罢便对两人道：叔叔再见，阿姨再见。萧长坤和马兰也客气地与他道了别，这时才看到在门口处站着的叶晨。马兰惊喜地说道：哎呀，好女婿挣完大钱回来了。萧初然见马兰一开口就是钱，不禁摇头道：妈，别三句话不离钱。马兰撇嘴道：咋了？说错了吗？我女婿就是出去挣大钱了，还不让说了。说完又故意瞥向隔壁萧老太太和萧长前一家居住的别墅，提高几分音量道：我马兰命好，有个能挣钱的好女婿，不像某些人，儿子靠不住，孙子也靠不住。萧长坤推了他一把，嘟囔道：行了行了，赶紧回屋，冷得要死，在这儿嚷嚷个什么劲儿？叶晨也顺势岔开话题，问他：爸，你跟妈出去干啥了？萧长坤嘿嘿一笑，乐道：嗨，还不是裴会长那个老狐狸，最近老变着法儿的巴结我，今天非要请我和你妈去家里吃饭，殷勤的跟条狗似的。说着他拍了拍叶晨的肩膀，说道：你这趟西北走了这么多天，在那边没少吃苦吧？往后这些天可别接看风水的活了，好好在家休息休息。再说马上也快该过年了，别再往外跑了。马兰也道：就是，好女婿挣这么多钱，不能光挣不花呀。我看咱一家人不如找个暖和的地方过年，去崖州怎么样？那边冬天可暖和了，东北那边儿的人一到过年都可爱往那跑了。萧长坤道：艾玛，咱家啥段位了，还跑崖州跟他们抢什么东南亚？马尔代夫、大溪地，哪个不比崖州还暖和？也是，马兰赞同的点头说道：咱家大小也是亿万资产，去崖州确实差点意思，马尔代夫倒是可以考虑考虑。萧初然无奈摇头道：妈，你就别琢磨去哪儿了，我跟叶晨还有若琳后天要去趟东京，待几天回来我还要忙公司的事儿，过年之前没什么时间了，真等到过年放假的时候再出门，正赶上高峰期，去哪儿都人挤人，还不如就在家安生待着。马兰一听他说要去东京，赶忙问：
初然，你们去东京干啥？购物吗？妈也跟你们一起去呗。